找到了一个什么有趣东西？没想到这薄薄的一张纸还能做成凤凰的模样呢。本来呢，我想打开瞧一瞧，学习一下做纸凤凰的技巧。可是谁知道这纸凤凰啊，像被人注了灵力，我们竟动不得它半分。真的是很神奇呀！今夜入定时，刘子池盼见，共饮桂花酿。哎，写的什么啊？你们没听见什么，也没看见什么吧？没听见什么，没听见什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没听见就好。何人？变成公主。我要去西吴宫。公主，火神殿下现今已被天帝陛下禁足，恐怕无法相见。我有要事相告。原来刺杀锦觅的人是灭灵族的后人。他叫木慈，是灭灵族人。原来是灭灵族的人，怪不得会有灭灵剑呢。灭灵剑需要用他的骨血炼制，一旦出事，便会引起忘川幽冥之怒。若不是有人威胁他，他也不会冒着被魔族发现的危险炼制这灭灵剑。而且，从前的木慈，也绝非是不辨是非善恶之人。方才有个灰影进入了子方元宫，木神可有危险？天后娘娘一切安好，只不过属下在无意间听到了那人与娘娘的对话。天后娘娘故意将您支去忘川，想要趁人不备，在人间杀了锦觅仙子。若是能找到威胁木慈之人，便知道是谁要杀锦觅，我也能够救木慈。事关锦觅性命安危，我定会查明真相。只是木慈的所作所为，凤兄，能否看在木慈曾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本性善良的份上，饶他一命？我知道此番没有你，锦觅恐怕凶多吉少。你救了他，便也同意救了我。放心吧，若是有木慈的消息，我定会及时相告。多谢。哦，还有事，你一定要小心魔界顾城王。你在人间历劫之时，他曾经想夺取灭灵剑，对你不利。好啊，正好我好久没陪他玩玩了。如今我回归仙体，他更伤不了我。那我先行告退。梁元君，殿下，你暗中协助流英公主，一同寻找那木慈的下落。此事怕是和母神有关，你多留意一些，尽快把这个木慈找到，去把母神请来。是。旭儿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往后可不能这般任性。想起你在凡间经历的这些苦楚，母神整日里总是夜不能寐。而且这一回，你和锦觅一同下界历劫，定会招来很多闲言碎语，以后莫再如此糊涂了。纵有闲言碎语，我亦会担着。胡说！锦觅到底有什么好？竟然让你一再飞蛾扑火。正如母神所见，不论旭凤是人还是仙，唯有锦觅入得我心。母神不必再大费周章了。你是忘了吗？你不知道瑞玉和锦觅已定下婚期，再这般任性妄为下去，你是要做天界的笑话是吗？我辛辛苦苦地为你铺了路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这么执迷不悟。儿臣今日请母神来是有一事要问。灭灵剑，可是母神所为啊。好啊，你今日为了锦觅，竟来质问母神，实在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就不怕伤母神的心吗？母神就不怕伤了儿臣的心吗？非要用灭灵剑刺杀儿臣心爱之人。你到底是从何听来的谣言，竟污蔑我跟灭灵剑有关？若不是母神趁着人间历劫时要刺杀锦觅，我又何尝愿意跟到人间走上一遭？母神若是杀了锦觅，就如同杀了儿臣一样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糊涂虫啊！别怪母神没有提醒你，如果你还执迷于锦觅那个小妖精的话，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的。锦觅如今无恙，便罢了。锦觅若是有丝毫损伤，旭凤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你，
公主请留步。仙君还有何事啊？殿下命小仙协助公主寻找木慈的下落，只是小仙与那木慈素未谋面，不知他形貌如何，还请公主示下。看我糊涂的，我都忘了。你且等等。他多半还会戴一张面具。多谢公主。应该谢谢仙君才是，有劳了。公主客气了，殿下交代过，如今她不便外出走动。公主有何差遣，尽管吩咐小仙，小仙定当尽力而为。凤兄古道热肠，刘英无以为报。哦，对了，公主，公主可认得此物？这块印信，你从何而来？当年小仙随殿下下凡历劫之时，机缘巧合，曾帮助一位奇人，这个印信就是那位奇人所赠。那位奇人还在这个印信上加了一道随身咒。小仙在人间之时，一直未曾离开小仙身边，直到回天上之后，才得以解开。观此物的形制，似乎是魔界之物啊。这块印信确实是由我们魔界的魔铁所铸，不过它究竟归属何人，刘英不知。既然是魔界之物，不如交给公主保管。这怎么可以？这是别人赠你的，刘英怎可越俎代庖呀？当日那位奇人允诺小仙凭此物可以完成一个心愿，小仙只是举手之劳，不求回报。而且小仙也并没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，不如公主将此物带回魔界，说不定可以遇到它的主人，完璧归赵也好。又或者，公主可以找他帮忙救急，总比小仙拿着有用啊。那好吧，我帮你回去打听打听。如今你在天界，万一被旭凤他们发现了你，那可麻烦大了。你马上去凡间的地宫隐藏起来，没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那世界天残，是。好北啊！你怎么把他们全部带到天界来的？我已经对他们都施了法，永远都不会灭。只要你想看，随时都可以来留字池。那个那么丑，你也把它带来了？反而我觉得这盏灯是所有的凤凰灯里最美的一盏，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的回忆啊。这是圣女跟翼王的回忆。如此美景，若是能配上自己酿的桂花酿，便再好不过了。其实我在下凡之前，我把我自己酿的桂花酿埋在这里啦。前几日我已经将它们挖出来了，今日便尝尝你酿的美酒吧。嗯。你酿的这酒确实香醇无比。行走6界，必要才艺傍身啊！为何这般盯着我看？不用隔着面纱看你，真好。情书里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。好看吗？我在情书里找
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许愿的地方，种下一朵红蝴蝶，把时光燃烧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你在人间的时候曾允诺愿意嫁给我，你且愿意吗？可是什么？可是我跟小鱼仙官还有婚约呢。那若是没有这个婚约，你愿意吗？我会跟爹爹交代清楚，让他退了这个婚约。等那个时候，我自然是……那时便如何？等那个时候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你方才的话，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到那个时候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掸去一身尘灰，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，一年来回，不余生无悔。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而花开只是在醉凤娃，老夫观你一脸桃花，看来你这个禁闭关得很是惬意呀。叔父真会说笑。快说，到底有何好事？叔父想多了。哎呀，快说快说，一定有好事。叔父，今日请你来，是有事想问你。何事？是关于夜神生母之事，叔父可否与我详细道来？啊？
这顾城王还不知道你回魔界了，想必也瞒不住太久。你还是赶快出去避避风头吧。我为何要走？如今就应该告诉魔尊，处置顾城王。这顾城王一直巧言令色，深得魔尊的信任。你认为魔尊会如何处置这件事？说的也是，那个苍婆一向是非不分。哎，休要胡言乱语。那你跟我一起走。魔界上下这么多事，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那顾城王也不会对父王善罢甘休的。这顾城王一直想扳倒你父王，你何时见父王被扳倒了呀？什么人？木慈。殿下说了，此人暂时交于流英公主，望公主能够妥善看管。若将来天庭需要此人作证，还需要此人言明一些真相。火神殿下慈恩，流英牢记于心，还请转告殿下，流英定不负殿下所托。多谢了。告辞。这下看来是谁都走不了了。父王，木慈到底怎么了？他的体内被人中了尸解天蚕。尸解天蚕，可有解？这种秘术，据说可以给将死之人续命，重在人在，重死人亡。尸解天蚕分为雌虫和母虫，这母虫一定要定期以养蚕人的鲜血来供养，其后由母虫来喂养寄托在宿主身上的子虫。如果这子虫得不到定期喂养的话，它就会反噬宿主的灵力。如果想要彻底移除尸解天蚕，需用火系法术炼化子虫，但是宿主怕是也活不成了。他如今这模样，尸解天蚕应该已经开始反噬他的灵力了。他果然是有苦衷的。父王，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目前，我也只能暂时控制他的情况，但若不能喂养他体内的尸解天蚕的子虫，恐怕……究竟是谁这般残忍，竟有如此狠毒的天蚕来控制木慈？这尸解天蚕，乃是火系法术高强之人的鲜血才能供养，其他人难以使用啊。火系法术高强之人不是都在天界吗？女儿，我知道你对木慈一片真心，但是他毕竟是灭灵族的人，况且现在又和天界扯上了不清不楚的关系。父王只想问你一句，你当真要把他留在这儿吗？父王，我一定要把从前的木慈找回来。我明白了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在府上你大可放心，都是我们的亲信。但是你一个人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能让魔界的人发现木慈在这儿，要不然，这可不光是木慈一个人性命难保，你明白吗？流英明白，多谢父王。怎么把气撤了？
不下一盘？你我下棋，从来都是你赢一局，我赢一局，毫无悬念，有何意义？也罢，今日我是来许你喝一杯的。你生母之事，我已知晓。这杯酒是我替母神赔罪的。重孝在身，不便饮酒。是我疏忽了。母神，他杀的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罪人，你又何必赔罪？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你生母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的好，你还在禁足，别又惹得父帝与母神不开心。快回去吧。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母神所作所为，我并不认同。说句不敬的话，你我的母亲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我而筹谋。所爱非其道，想必你也深有同感。我本就对母神替我铺设的天地之路毫无兴趣。兄长比我先能稳妥，日后我愿追随兄长，臣服于兄长。我也希望兄长愿意原谅母神。徐凤，你能这么说，我心领了。只是你来找我，应该不只是为了说这件事吧？还有一事相求。锦觅。火神对我的未婚妻似乎分外的上心。我希望你能取消与锦觅的婚约。天界的权利，我不会与你相争，也会替母神赔罪。我唯独希望你能放下锦觅。我与锦觅的婚约是父帝与水神定下的，我有何权利说放下就能放下？再者，天界的权力从来都是握在父帝与母神的手中，他们愿意交给谁，不是你争与不争能够决定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与锦觅两情相悦，你们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从来都是靠你们母子的施舍度日，你们总是决定给我什么，或拿走什么，我便要乖乖接受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主宰自己的天命。从此刻开始，我要自己选择。锦觅，我绝不会放手。这个给爹爹，这个呢给林秀颖。是不是也应该给凤凰点什么？毕竟他曾经为了我，连性命都给我了。送他什么好呢？有了。凤凰，我便赠你一半真身，许你一刻的春华秋实。
林秀仪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这是灵芝养颜膏，可以养颜润肤。你四处不丰，肯定内耗特别大，失之啊可以固本培元呢。蜜儿真是有心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修炼的时候伤了元神了？没什么没什么，这还不是乖爹爹吗？我从人间回来以后一直催着我修炼。好了好了，你也有，开心了吧？这个呀，是人参守污膏，可以乌发延年，补益精血，最适合爹爹了。你这次回来之后，爹爹何时催你修炼了？这些都是你自己炼制的？好啊，会疼人了。呵呵，去人间历练了一趟，到底是长大了。其实，我这次去人间，我觉得收获颇多的。我经历了生离死别，求不得，爱离别，见惯了生死，看破了红尘。我好像一夜之间懂了特别多的事情。有何心得体会啊？倒也没什么。爹爹，先喝茶吧。乖。林秀仪，我这两天听到2个嘴快舌长的仙娥说，文月仙子想跟孟章神君讨回了婚书，真的假的呀？没听说啊，他们俩婚约已定，这可如何讨回？哦，爹爹，在我们天界，如果这个婚书它一旦定下来，是不是就不能反悔了呀？你可是要取消与夜神的婚约。小鱼仙官的娘亲刚刚离世，我自然不能提。不过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看你的母亲。哦。今天当着你娘的面儿，跟爹说实话，推辞花神的任命，是不是为了火神？是的，爹爹，我跟凤凰已经相约相许了。爹知道，你在人间历劫之时，和旭凤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。在你一生中，那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的记忆罢了。不是的，爹爹，我在人间的一生，虽然在天界看来不过是个把月，很短暂，可是我却铭记于心。在人间的时候，我愿意为凤凰殉葬而无悔，他也愿为了我殉情作伴。我想这就是爱啊，就像当初你跟我娘亲一样，不也是这样的感觉吗？你为了他，不也是愿意倾尽自己的所有吗？相恋容易，可事情并非你想的这般简单。天后，她不是好对付的人。在人间的时候，爹亲眼看到她加害夜神的生母，她如此强横，你若跟旭凤在一起，是会吃苦的。爹爹，我知道，可是这些问题早晚都要面对的。既然我已经选择了，我便不会再去逃避它了。爹是不想让你步你母亲的后尘。爹爹，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难道非要把过去的事情放四海而皆准吗？如果飞升成仙，连自己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，自己想厮守的人也无法争取，没有办法在一起，那有何意义呢？不如到人间做个凡人，虽然人生苦短，但至少可以痛痛快快，至情至性啊！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满腔热忱解决的。可是若连热忱都没有的话，如何解决事情呢？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待有了妥善解决之道前，你切莫冲动。我知道了，爹爹。
木慈，救！公主，魔医开的药都给他服下了吗？公主殿下，药已经按照魔医的意思服用过了，依然毫无起色，怎么会这样？给我！好，我给你药，我这就去给你拿药。还有没有药？全部拿来！都拿来。天子，他口中所说的到底是什么？天后知罪，七月知错了。看来这一回，蜜儿对火神是动了真情了。小儿心性，原来不是还钟情于夜神吗？一场历劫倒是长大了，这心也变了。谁知道他日后还会不会变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，暂且压着吧。我看这回蜜儿不一样，你不是也希望她能嫁与心中所属吗？你可是担心天后的关系。火神虽然和天后不是一路人，但是母子连心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天后又怎么会容得下蜜儿呢？倘若日后天后对锦觅有何不利，那火神又会作何选择呢？让我担心的是，蜜儿夹在火神与夜神之间，天帝这两个儿子都性子刚烈，认准一个死理就不肯放手。你不觉得和天帝年轻的时候很像吗？当年子芬因为天帝吃了多少苦，我绝对不能让锦觅再重蹈他母亲的覆辙。经过这次历劫，我看火神对蜜儿倒是一往情深，不同于乃父。天帝对子芬何尝不是一往情深？这是一种执念，执念是可以杀人的。当年天帝得不到子芬，就祸害辜负了这么多人。倘若他得到了，这天下就会太平吗？殿下服孝期间就留在玄机宫守丧，不必出门，步行职业也可免了。润玉遵旨。天后娘娘体恤殿下，特命我等送来2种不同一致的丧服，供殿下选择。都放下吧。天后娘娘说，请大殿下自己决断，是选择天界或是龙鱼族的礼俗，另外一个命小仙带回。按照龙鱼族的遗俗，替母守孝，应着生马丧服。想必是天后娘娘心疼殿下，生麻不粗，殿下您金娇玉贵，如何受得起？还是天界的丝麻孝布更贴身一些。日后制衡天后和鸟族，就靠你了。小仙还得回去向天后娘娘复命，告辞。这天界手下的规矩，难道就是将丧服丢得满天飞吗？大哥哥为什么生气呀？按照天界的规矩呢，守孝是要着丝麻丧服的，但按我们龙鱼族的规矩呢，守孝要着生麻丧服。那大哥哥是不是选错了呢？是大哥哥没用。大殿切莫自责，孝存于心。干娘泉下有知，看到你顶着天帝天后的重重压力，还坚持为他守孝服丧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相信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。远远不够。
一口气不来，往何处安身？那大殿不如放下一切，跟着我和李儿一起远走高飞，可好？如今恐怕连做闲云野鹤都是一种奢望了吧？大殿今后作何打算？借机用人。干娘曾经交代我，日后若有风云变幻，将此物交于大殿。连那是何物？我从未打开过，你自己看吧。回禀天后娘娘，大殿下选了天界一致的司马校服。退下吧。是。姨母真是高明，一件校服便能看出夜神作何选择，到底是追随天界，还是执念于龙鱼族？看来大殿下也是个聪明人，不敢有异心，很识时务。你也莫小看他，当初小小年纪，他就舍得下狠手，把自己的龙鳞刮下。我给他的伏梦丹，他也敢吃下去。素离死时，你看他那反应，本座并不相信他会善罢甘休。只不过他毕竟是天帝陛下的亲生儿子，本座也不会做得太过分，小小试探，只是给他敲个警钟而已。姨母深谋远虑，穗禾真要多学着些。今日是月下仙人的寿宴，你帮我把贺礼送去。是。先生，我们来给您贺寿了。恭祝先生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哼，年年岁岁都是这两句啊！啊，你们眼瞎吗？老夫这般青春年少、眉目娟好的啊，和南山那棵满脸褶子的老松树有什么可比的呀？是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殿下禁足令未消，今日还在宫中面壁思过，特差我二人前来敬献寿礼。答非所问嘛！我问你这是什么啰里吧嗦说一大堆没用的。好，走吧。那先生，我们就告辞了。哇！亏你想得出啊！搜罗出哪些个宝贝？殿下谬赞，只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。那些可都是凡间最时兴的画本图册，想必月老看了，一定会胡言大悦。我有在夸你吗？可见你在人间有多么不务正业，成天跟你那些弟兄们琢磨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若不是你们拖后腿，想必本王、本神早就在人间平定天下，开创盛世了。属下知错。不过还别说，去人间滚了一道，好像确实聪明了点儿。这句是夸你的呀。先生。小锦觅，你来了呀？先生，您又认错人了，我不是锦觅仙子。哦，小露珠啊，来找老夫。您怎么流鼻血了？哦，上火啊！来，凤儿啊，送来了一箱子天香画本，趁这个新鲜热乎劲儿，
我们一块儿好好研究研究。不是，我来找您是有别的事。我家殿下近日守孝不便出门，特命我来向先上拜寿。哎呀，祝先上青春永驻，红颜不老。小漏珠真伶俐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玩意儿好啊！亮啊！有了这个玩意儿啊，我这夜里面就可以照着看凤娃送的画本喽。哎呀，真好！哎呀，润玉这苦命的娃呀，待我好好谢谢他，也好好安慰安慰他啊。我一定转告，多谢先上。哎，对了，润玉来不了我的寿宴，小露珠你来，我们一起啊喝酒耍闹。矿路仙阶低微，我恐怕……那个水神呢会带小锦觅来，你让你爹也把你带上，要不然我这个寿辰啊着实冷清，老夫不开心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嘿嘿，多谢先上。小露珠乖。那矿路就先告辞了啊，去忙吧啊。风神、水神，锦觅先上到。真是妙啊！水神，小锦觅。哎呀，来，老夫今日寿辰，随便吃随便喝，别客气啊！来，哎呀，别端着，随便吃随便喝啊哈！知道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了吗？什么呀？凡间的玩意儿，试试。哎呀，亮了！哎呀，老夫现在眼前一片光明啊！喜欢吗？太好了，有了这个宝贝儿啊，老夫我一天能看掉100个画本呢。哎，小锦觅，你原来长得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啊！穗禾公主到，元姬仙子到。先上，我是来带天后。好，乖，坐。元姬。哦，好，不是了。元姬呀，你好大方呀，空着手就来吃霸王席了。我这2日还琢磨着，雷峰塔倒了之后，我该怎么续那条白蛇的第2世。原本想打发他到这花界做个果子精，后面的命数姻缘全部由你来定。可是看样子，这礼物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元姬啊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这份寿礼，大大的好。走，我们吃酒去。走。这个还是你来吧。谢谢爹。谢谢爹爹。还是觉得异乎寻常啊。是啊。锦觅，此事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呀。届时，去吧。除了我，你可还喜欢旭凤？喜欢。那月下仙人呢？喜欢啊。颜佑君又如何？喜欢。如若锦觅乃一方贫瘠寸土，不论播什么种，施什么肥，不论怎么悉心浇灌，皆开不出一朵花穗予以回报。与他贪亲，就好比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如此好事废神，夜神可惧。锦觅本性良善，只是自幼便生得凉薄寡情，无一人可入他眼，更莫说入他心间。曾经凉薄，多情偏无情，如今寡情却专一，
一个人前后差异怎会如此之大？我曾经服下过服梦丹，把母亲与儿时记忆一并忘却了。蜜儿会不会也受到了某种控制？蜜儿啊，蜜儿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？允丹。天帝陛下到！恭迎天帝！天帝！恭迎天帝！恭迎天帝！大家不必拘礼，今日乃月下仙人的寿宴，随意一些便好。王兄，你一向日理万机，今日怎有雅兴驾临必出啊？三弟，你是怪我不请自来，还是怨我长久不来？哪里，王兄驾临，蓬荜生辉啊！好像都是自家人啊，人少了一些，不免觉得有点清冷。只怪三弟八字不好，做个寿宴啊，正好赶上大殿下守孝，二殿下面壁。你这是问我拿人来了？他们俩兄弟根本就指不上，还是我们自己热闹热闹。哎，刚好太寺仙人也在，平时你的新奇辞令最是多样，不如今日带着大家乐呵乐呵。好，陛下，刚好小神学到了一支凡人的小令，那就为陛下以及在场的诸位助助兴，助兴。欣赏。君不见徐卿二子生崛起，感应吉梦相追随。孔子逝世亲报宋，并是天上麒麟儿。大儿九龄色清澈，秋水为神，玉为骨。小儿5岁气10牛，满堂宾客皆回头。无知徐公百步忧，积善滚滚生公侯。丈夫生儿犹如此二处者，名为岂肯卑微羞。好，陛下，小神在凡间初听此令，陛下以及二位殿下的英姿在心中油然升起，吟诵小令，献于陛下。马屁精，小点声！不是传音入密了吗？在座的哪个不懂传呀？万一中途被人截胡了怎么办？丹珠，你们要传什么？击鼓传花呀！击鼓传花有人要玩吗？啊？一转眼，岁月忽已晚，吾辈老去，如今这后辈们也都一个个长大了，还要结成儿女亲家，实乃是美事啊！只可惜花生无缘一睹这身后福，虽已逝去，眷恋尤深啊。陛下情深义重，修德行善，荫庇众生。两位殿下龙章凤志，天日之表，实乃天地之德，天界之福。你这个马屁拍的比太师的更嘹亮。哼，我就是要先把马屁拍完，看他们还有什么可拍的。儿子们都已经长大了，都不让我省心，还是水神、太寺仙人积福修德，女儿贴心啊！狂鹿，起来啊！来，起来！来！哦，陛下，小神得解，膝下只有这一个独女。狂鹿，快拜见陛下！小女拜见天帝陛下。快起来吧！果真跟露珠一般，出落得清润澄澈，亭亭玉立啊，跟锦觅穗禾他们可是一般大。陛下，小神斗胆向陛下讨个恩典。我这个女儿过于老实，生性温驯，还望天帝做个主。
日后给我的小女觅得一门好的亲事。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招，瞅准了天帝怜弱恤老，这拖家带口的套近乎，我也真甘拜下风。哼！大殿下被你家景帝定下了，看这架势，迫不及待要来定二殿下了。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爹啊！哎呀，我没喝醉。我爹爹喝多了，请陛下恕其殿前失仪之罪。太师啊，你个老东西果然喝多了。婚配之事你不找老夫，你找天帝做什么呀？你又不管仙家姻缘，找你又做什么？哎，父母之心，何罪之有啊？今日大家把酒言欢，百无禁忌。爹，哎呀，你喝多了。哎呀，我没醉呀。一个两个的都有神通广大的爹，个个父母情深。哎呀，爹，你吃点。爹年轻时冠绝怀武，无论何时，在穗禾心目中，爹永远是这世上最好的爹。气宇轩昂，风度翩翩。你如此的聪慧可心，将来不知道哪个有福的小子娶了你，爹只怕是要羡慕嫉妒而死喽。但可惜，和旭凤相比，你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凡人。穗禾身体不适，先行告退。随儿，你为何为了一个心里根本没有你的人而如此的执迷不悟啊？如果他真的在乎你，他早就娶你了。是我亲手杀了我爹，杀了人间唯一真心待我、最疼我的人，却还是挽不回旭凤的心。旭凤，我恨锦觅，我恨你。回来啦，月下老人可喜欢那件烟霞翠屏？你呀，平常也得多到他那边走动走动，知道吗？你们俩退下吧。是。姨母，天上人间有锦觅在，人人都喜欢锦觅，我是不是再也越不过他去？殿下是不是永远不会回心转意？你给我闭嘴！看你现在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岂配做我们鸟族的首领呢？我又能如何？就算我死了，殿下也不会在意的。快起来！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们鸟族血统高贵，哪能不堪一击？你能承受多少，就会赢回多少。现在还没到最后一刻呢，谁胜谁负都还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！
小仙日前听说了大殿生母的噩耗，实在令人愤慨。大殿节哀。如今，我与锦觅也算是同仇敌忾了。长房主，小神有一事不明，还望长房主赐教。大殿只管开口。蜜儿似乎对情爱之感异于常人。大殿为何会这么说？小神记得，长房主曾经说过，锦觅是这世间少有的寡情之人，但又有难言之隐。小神在醒经阁阅读之时，偶然发现，此事或许与允丹有关。他活得真切、快活，自然是好。但若按照小神的初心，我更愿意帮他将允丹取出。任何人都不应该剥夺他爱的权利。若真如此，大殿可有把握获得锦觅周全？仙主曾算出锦觅万年内有清洁，若是取出，怎可保他无虞？大殿可有将允丹的真相告诉了锦觅？没有。锦觅若知道真相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长房主请放心，小神说过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护锦觅周全。那夜的事儿，是我冒犯了。我们是共犯，我也有责任的。你现在已经是本仙的人了，放心吧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从哪儿沾的匪气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上辈子的男人是个叫丫丫的土匪，我可是他的压寨夫人呢。那以后便是火神的夫人了。我已经跟爹爹说过此事了。水神先生怎么说？他没有说不行，但是有些事情让他担心，他让我再深思熟虑一番。先生的顾虑，我猜得到一二。您放心，我会尽快解决的。喏，做了个小玩意儿，送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你果然是只傻鸟啊！这是春华秋实，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口，用灵力催动，便可以画出整个春花秋实的美景。朝春暮秋，可以延续一日呢。你可知道这个美景从何而来的？从何而来？我偷偷告诉你啊，这是从花街偷来的。届时长房主肯定会吓一跳的。不能吃，不能打，着实没用啊。你说的也是啊，那好吧，那我拿回去变成兵器好了。唉，为什么只有春花秋实，我还想要你的夏赤冬雪呢？画蛇添足，你是火神，便是夏日赤阳，而我呢，便是冬日霜雪啦。如此，正是四季都齐全了。我的傻不到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机灵了？好。我把它放到我的仪魄中，保证好好护着。那我得走了。
哼，小乖乖，你是在这里等我吗？哎，去哪儿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慢点儿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进去就行了。小鱼仙官，小鱼仙官，你怎么了？幼年的时候，我在太湖，常常为体态狰狞、颜色惨白而感到自卑。那个时候，为了变成一位经理，我日以继夜，不停地修炼，直到来到天界，我才知道，这千百年来，我不过一直做着一件徒劳无用之事罢了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一尾鲤鱼，而是一只一心想要变成鱼的白龙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个时候真是井底之蛙。你看看我，哎，我呀，做了4000年不入流的果子精。我本来以为我就是一只果子精，可没想到我居然是一朵水做的霜花。所以我们两个一样啦，彼此彼此。其实，一直做一只井底之蛙，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有时候，知道的越多，反而会越痛苦。小鱼仙官，你是不是在思念你的生母啊？前天夜里，昙花开了，可惜蜜儿不在。花开无人赏，寂寞相无主。这恐怕是一朵花最大的悲哀了。怎会无人赏呢？我既然把它赠予你了，那你便是它名正言顺的主了。小鱼仙官既在，花开了也不算是白白开了。我真的是他名正言顺的主吗？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却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淡去一身尘灰。再与你一壶清酒，话一世沉醉。不愿几千年来，仅有2次现真身，却都让蜜儿瞧见，一笑大方了。我这一生所求不多，只要每日多爱我一点点，日日复月月，月月复年年，年年复此生。无妨爱我淡薄，但求爱我长久，可以吗？生生灭灭，浮华是
夜已深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竟对徐凤这般毫无保留，你可知道，当我看到野兽吐出来的梦境，看到你们缠绵悱恻，你的小玉仙官，他已经什么都没了，只有你。你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双花，你怎么不理我啦？难道你不想出来了吗？
要事相求。既然已经从锦觅先生那儿借来了野兽，就不要辜负了人家的好意，别犹豫了。我只是有些害怕，看到木慈的过去。有父王陪着你呢。参见天后。穗禾和旭凤可还好？回天后，两人皆都安好，于凡间安然降生。你赶紧恢复穗禾的记忆，好让他们俩在这段时间培养感情。是。那锦觅如何？天帝派了元姬仙子，日夜看护锦觅，属下一直没有机会动手。罢了，缓几日再动手，免得天帝抓住本座把柄。屈原明白。你的灭灵剑治好了吗？回天后，灭灵剑是以齐渊的骨血炼化，颇费些功夫，还望天后多宽限几日。那好吧，再多给你几天时间。谢天后。你还爱我吗？爱，一直爱着，而且爱了很久。可是我已经爱上了别人，现在你非仙非魔，我怎么能够跟你在一起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我自始至终爱的都只有你一个。没想到控制木慈之人居然是天后，她要对锦觅不利，不行，这件事一定要告知锦觅，让她小心提防天后。锦觅，此番多谢你将野兽相借。你太客气了，在凡间，若不是你全力相助，我怕是跟肉肉一般。都会灰飞烟灭了。不知道这野兽有没有帮到你那位故友啊？锦觅，实不相瞒，其实那日用灭灵剑杀了羌活的，便是我那位故友。他叫木慈，本是个善良之人，只因受制于人，才不得已向你动手。
你若是不能原谅他，别将这笔账算在刘英头上。无论你想如何，刘英都愿意为他受着。你先起来吧。你的那位朋友受制于何人？天后。天后，我不知道天后为何要对你下手。你如今在花界还好一些，他日你若回到天界，定要小心防备。大王，这天蚕反噬的力量太强了。其实，想要控制尸界天蚕反噬木慈的灵力，并非没有办法。木慈也是我从小养大的，我对他的感情一点都不比刘英对他的少，我也不忍心看着他遭这般罪。大王，您的心思我明白，只是控制着尸界天蚕的方法。父王，要控制这尸界天蚕，但要如何？刘英，解救木慈的方法，你最好不知道为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此法对施救之人的损耗特别大。我知道，你为了救木慈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但这不是父王想看到的。父王，不要，不要！刘英，你放开他！你快放开他！你放开我！我要救他！他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愿意独活。傻孩子，你这样强行渡给他灵力，你只会让他更痛苦。父王，那我要如何才能救木慈？父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扶他起来！这尸界天蚕本来就不浅，但灵力强大之人的骨血能暂时镇住他体内的尸界天蚕，缓解他的痛楚。只是这施救之人丧失了骨血之后，灵力一时间会骤减，身体会变得疲惫不堪。我之前不想让你以身涉险，就是怕你的身子吃不消啊。父王，木慈也是我从小带大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他，为父只愿意看到你开心。父王，女儿不孝。我知道，在旭凤禁足期间，那个锦觅偷偷进了七蜈蚣，那个小妖精未能在凡间把他除掉。如今他和旭凤的感情不减反增了。你若是真弃血，何至于此呢？是穗禾让姨母失望了。好了，坐吧。还有那个润玉，在旁人面前，总是装的一副温柔无害的样子，可是不知道他心里都在盘算些什么。那时在洞庭湖边，他露出的才是真面目，我才不相信他不想做那个地位。一旦他与锦觅大婚，水神、风神还有花界都会成为他的力量。旭凤若还是对那个锦觅执迷不悟的话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说到底，最碍眼的还是那个锦觅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必须把锦觅除掉，才能断了旭凤的念想，也断了润玉的后盾。可如今，不论在花界还是天界，想要再对锦觅下手，
怕是难了。只要有心，在这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聂儿去了七蜈宫2次，你作何感想？唉，好不容易认回女儿，原本想让她从此无忧无虑。她若是主一夜神，也就罢了。夜神也是与世无争，我们一家人正好一同逍遥度日。可她偏偏和那个火神生出这段意外情缘。天界如何议论事小，重要的是，天后又怎么会善待蜜儿呢？蜜儿的事，我们绝对不可袖手旁观。天后对我们，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们的清静岁月，算是到头了。不能逍遥度日也罢，与天后相抗也罢，这些我都不怕。我只要蜜儿过得好。只是人间这一遭，着实让人后怕。若是蜜儿执意要与火神在一起，天后不知会想出什么样的奸计来对付他，恐怕防不胜防。寻个机会，我和天帝把话讲清楚。一厢情愿。你难道没有看到素离死后，天帝对天后的态度吗？莫要指望。本来是想去逗他们开心的，没想到爹爹跟林秀仪却在为我忧心。我这个女儿只顾着儿女私情了。凤凰，现在能令我心惊有夜、魂牵梦绕的，也只有这面纱后的秘密了。你这个人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在人间的时候答应嫁给我，一切还愿意吗？我会跟爹爹交代清楚，让他退了这个婚约。等那个时候，自然是愿意的。为何我这几日总觉得心口怪怪的？我与凤凰在人间的一切，真的只是白驹过隙，一时冲动吗？现在想来，好似真的如梦一场。若是肉肉真的死于天后之手，天后便是我的仇人，那凤凰便是我的仇人之子，我又该如何面对他呢？天后杀了肉肉，爹爹跟林秀仪都在为我为难。我若是执意跟凤凰在一起，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呢？爹爹，您是何时来的？连爹爹走过来都没有察觉，可是在为与夜神的婚约而烦恼啊。婚事可非儿戏，若你当真毁了与夜神的婚约，你可知会让多少人为难？爹爹，我的婚约……我的婚约，爹爹您定吧。我之前实在是太任性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还真是小孩子心性，想一出是一出。此番当真是想清楚了，还是明天又要变卦呀？我心已定，不会再变卦了。没想到天帝二子竟会被我闺女这样挑来拣去。这婚期不远了，此番若是做出选择，便不可再回头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不会再变卦了。天界大婚礼仪繁琐，你这几日就跟爹爹回洛香府暂住，让林秀仪教教你天界的礼仪。你在花界自有散漫惯了，
倘若到时候真的闹出什么笑话来，岂不是让夜神丢脸？我看啊，是爹爹怕我给您丢脸吧？纵使是你让我丢脸，那也是做爹爹我的福气。今日母神可有何动静？天后娘娘近日未出紫芳云宫半步，倒是穗禾公主近日时常往紫芳云宫走动。你继续留意母神的动向。哦，对了，殿下，听说锦觅先生今日来了天界，往后会住在水神的落香府，是吗？殿下可是去九霄云殿？去落香府。天帝陛下今日请了玄灵斗母元君在九霄云殿讲禅。知道了，我自有分寸。锦觅先生，火神殿下在门外求见。不见不见，你就跟他说，让他回去吧。是。火神殿下，锦觅先生说他不见你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哎，火神殿下，你这是？你今日为何不肯见我？不光今日，火神殿下，我们以后也少见面。我终归要跟夜神殿下成亲。你说什么？你跟我在一处，爹爹为难，林秀仪为难，天帝为难，长方主为难，夜神也为难。此等为难的事情，那一定是错的。这情爱之事，何来对错？锦觅，我的心你是知晓的，何况我们是两情相悦。火神殿下，我们确实曾两情相悦，可不过是身为凡人的血气之勇，而不是现在。我们现在仅仅靠着两情相悦，是越不过去的。我断不会让你和夜神成婚的。难道你没有听过“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毁人姻缘者下地狱”吗？你不怕吗？我自己便是神，下地狱又如何？这天地之间，岂有我虚凤惧怕之物？要说唯一让我惧怕的，就是你的心思。历劫归来之后，你愿意接受我的心意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。从前，我对未来无所希冀，可自从遇见了你，我便日日憧憬我们的将来。可今日，你竟然说你我之间是个错误，要嫁给夜神。我不知道你为何突然改变主意，是不是有什么人逼你？或者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为难的事，你说与我听，我去解决。火神殿下，你现在就在做让我为难的事情啊！我也不知如何是好。火神殿下，今日是斗母元君开坛讲法之日，如果你去晚了的话，恐怕不太好吧？我知道你今日是一时糊涂。我等你想明白。天界不比化界，你自己多留心，尤其是不要靠近我母神。凤凰定是知道些什么。
殿下。你去紫芳云宫守着，天后有任何动作，及时来报。是。哎呀，凤娃，凤娃呀，这些红线都是这天界仙女们托我给你绑的。我知道你心里呀只有小锦觅，可是这些不过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嘛。你说你为何如此残忍，连我这些无辜的红线都给烧了？凤娃，你这火气冲天的，谁惹你了呀？啊？叔父，二殿。乖。啊，哎，凤娃，那个法会都要开始了，还愣着干嘛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走走走走走。锦觅先生，不知仙童前来所为何事啊？太上老君今日开炉放丹，特请水神前去品丹。实在太不巧了，今日爹爹赴玄灵斗母元君的法会了，未在府中。唉，一炉丹药无人品评鉴赏，老君可是要失望了。不知锦觅先生可有闲暇，到府中一品丹药？我去何事吗？请不来水神，水神之女前来，小仙也好与老君交代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原来是紫芳云宫的人，难道是天后？好，那请仙童等我片刻，我回屋换衣裳。小仙在此等候先生。蜜儿，你如今这召唤术使得越来越有准头了。嘘，小声点。蜜儿，你是不是还没有与夜神成亲，就已经按耐不住寂寞，想与我？起来吧你！跟你说正经事啊。你现在去九霄云殿找我爹爹，你就跟我爹爹说，天后派人给我接走了。天后？外面那个仙童自称是太上老君的小仙，请我过去品尝仙丹，可他明明是天后的人。天后诡计多端，阴险狠毒，你一个人去一定有危险，你留在这我守着你。没关系的，这次我一定要去。是天后杀了肉肉，我要替肉肉报仇。你去将爹爹带来，我会想尽办法让天后承认他的罪行，如此我们就有了将他治罪的证据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小心。先上请。请。这边。请。先上请。果然是天后。哎，
锦觅仙子。啊，不对，现在该叫你锦觅仙上。你叫本座好等啊。凤娃，今日可真热闹，看来咱们来晚了。哎呀呀呀呀，好热闹呀！嘿嘿，这么多人呢。哎，凤娃，快去找座位吧。嗯，哎，那儿有位子，我先过去了啊。今日晚会姿势体大，牧神为何不在啊？拜见天后娘娘。锦觅本是去瞧老君炼丹，却不想被不认路的仙童误领至此，打扰了天后娘娘。那锦觅先行告退了。锦觅被天后的人带走了。哎，凤娃呢？今日确实炼丹不假，只不过并非老君炼百草。本座一直好奇，锦觅仙上真身究竟为何圣物？不如这样，趁着今日良辰，我们练上一练，让本座开开眼界。天后娘娘简直说笑了。那日在九霄云殿，水神爹爹已然昭告众仙，锦觅真身乃是一片六瓣双花。当年子芬那个妖女，的确是凭着几分姿色诱惑过水神，可谁又知道你父亲究竟是何人？想来连水神也未能笃定，耳听为虚，至今无人见过你的真身，眼见为实。今日本座来给你验一验，你到底是何物？业火分为8阶，萤火、烛火、星火，想来对你不起作用。我们便从第4阶纯酿之火起势。想当年，你母亲可以挨到最后1阶琉璃净火，却不知你能撑到第几阶。本座十分期待。怎么可能？我母亲可是花神，你怎么可能伤得了她？那是她自作孽。今日恐怕不是要探我真身，我看是要让我葬身于此地吧。看来你并不蠢。我当日下凡历剑，是你派人来杀我，结果却杀了我的好朋友肉肉，是不是？那又如何？当年你伤了我的母亲，如今又杀了我的朋友，新仇旧恨。今日我便向你一起讨回公道。哼，
你！还是先去这个瑞玉吧。大帝，紧密我们。第7阶业火，滚油之火。有如此纵水之术，竟真是洛灵所出。第8阶业，琉璃净火。天后，你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呢？因为你是子芬的女儿，因为你与他有神似的样貌，还因为你胆敢勾引我的儿子。我一定要撑到爹爹赶来。纵使你死1000次万次，也不足惜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天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居然会恐惧我，真是让锦觅受宠若惊啊！怕你？我怎么会怕你？如果你不恐惧我，为何只敢用业火来对付我，而你自己却不敢直面于我呢？你这妖孽！今日我便亲手灭了你！居然会恐惧我，真是让锦觅受宠若惊啊！怕你？我怎么会怕你？如果你不恐惧我，为何只敢用业火来对付我，而你自己却不敢直面于我呢？你这妖孽！今日我便亲手灭了你！你这妖孽，竟想弑戮本座，真是自不量力！今日我会让你灰飞烟灭，武林聚散！你居然为了这个妖孽，对你母亲出手！我说过，你若再伤害锦觅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你为什么就不肯罢手呢？此孽障祸乱天界，还离间我们母子的感情。既然他与他母亲一样可恶，我就送他去跟他的母亲作伴。就算是你，也别想拦我！母神，锦觅已经是我的人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天界是发生了何等大事啊！一个个的连玄灵斗母元君的法会都不听了。真是跟他母亲一样，
不知廉耻！锦觅已经有了我的骨血。什么时候？可恶！你为了这个妖孽，居然编出此等不知廉耻的谎言。今日，就算他有了你的骨血，我也要一起焚了！你让开！凤凰，让开！凤凰，凤凰！小鱼仙果，瑞玉！屠瑶，爹爹，蜜儿莫怕，有爹在。先生，蜜儿暂无大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你只是脾气暴躁一些，言语不饶人。如果不是瑞玉带我过来，如果不是亲眼目睹，可曾想到，你竟然如此心狠手辣？锦觅这个小妖孽，完全是那人形容再生。本座定要除了他，免得他像当年子芬一样为祸天界，迷乱我儿的心神。护住蜜儿。先生放心。爹爹，是无爱，戮无女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母神！凤凰，旭儿，旭儿！虚神先生，我母神杀害仙华神，重伤锦觅，罪孽深重，献上的仇，虚凤元代母受之。只求先生能定皇母神性命。旭儿，什么？子芬竟是为你所害？子芬不愿让天界再起纷争，遗言与众人隐瞒此事。可是天后不见毫无悔意，今日又再添新罪。来人，将天后押入皮梭牢狱，削去后位，永生不得再入神籍。蜜儿，左手握大地，右手握着天。干娘，他的报应终于到了。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，3000世如所破茧。左手捻着花，右手握着剑。
这一局还没有走到最后，锦觅，你且等着。你醒了。那日，我也和公主把话都说清了。公主何必还要救我？木慈，你因师姐天残，受制于天后的事情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这些年，难为你受了那么多苦。其实都不重要。我的族群早就已经不在了，我现在是一个永生不能见光的幽灵，苟延残喘之际。更何况，我与魔族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们灭灵族被视为不祥之族。公主何苦？如果我告诉你，灭灵族并非不祥之族呢？当年，婴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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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刚学会遁影，切莫胡乱冲撞，伤了人。父王教我遁影，却还没我快。这洞中都是一些灵力低微的小兽，正好让你练练手。太好了。那边怎么了？看方向，应该是灭灵族的部落。那快去看看。慢着，你在这好好练剑，父王带你去看看，保护好公主。是。切，都不带我去。这叫声怎么有点奇怪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不行，我要找父王来救他。公主，公主。我们灭灵族也是在此10数万年，从不参与6界纷争，更何况至灭灵剑需损耗我们大量骨血，我不信魔尊会下此旨意。为何我等从未听魔尊下旨，让灭灵族造灭灵剑呢？那顾成王为什么要假传魔尊旨意啊？你怎么来了？
灭灵族空有这道毁神灭佛的绝技了，实在可惜。大王，全族上下已搜完，没有活口。他竟然灭族！公主，我们来晚了一步，灭灵族全族已被灭。如今我们再去与顾城王争辩也无用了，若是被他发现，反而更麻烦。今日之事传扬出去，灭灵族私造灭灵剑，意图举众谋反。是，多亏大王及时压制，将叛族剿灭，才不致祸及六界。大王又立大功，小的恭喜大王！恭喜大王再立不世之功！本王的荣耀自然是你们的荣耀，待本王拿下六界，自然不会亏待你们。谢大王！本王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天意如此，大王不必过度自责。走吧。哎，父王，还有他，跟我来。父王，你快点儿！这。父王，我不知道这里还有人。放心吧，他还没死。他除了被你的箭射中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刀伤。那我们带他回府，给他找魔医吧。大王，他是灭灵族的人，顾城王的战报已成于莫尊，此人便是叛党余孽，留不得。可是灭灵族是被顾城王陷害的，他是无辜的呀。难道父王你当真要见死不救吗？罢了罢了，我们带他回府。但是即便我们现在救了他，这孩子也不能让他离开我汴城王府半步。倘若有一天有人发现了他的身份，定会惹出更大的祸端。我听说，这灭灵族的人在发怒的时候，双眸会转黑。不过你放心，好在这孩子年龄尚小，还显现不出来。留心，不要让他接近外人便是了。是。他入京孤苦无依，等日后伤好了，便留在府中，给我做个侍卫，陪我一起习武练剑，好吗？这孩子无父无母，是刘英狩猎时误伤而带回府中的。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，你们可都明白？属下明白。放心吧，你是我的了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我没有跟你说过这些事情，是不想让你陷入仇恨之中，也是为了保你平安。你若怨我，也是应当的。我无父无母，无归无属，若不是汴城王和公主相救，我的命早就没了。白活了这么多年，庆幸都来不及，有什么可抱怨的呢？木慈，我的恩是假的，仇是假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了复仇，为了报恩，颠沛流离，做天后傀儡。可到头来，居然是一场笑话。可是你还有我。我想休息了，公主请回吧。父王，你感觉如何？没事的，我休养几日便好，你无需担心。父王，
这尸解天蚕，当真无解吗？若是以业火之中的最后一阶琉璃净火，焚烧他体内的尸解天蚕的子虫，可以彻底根除木慈对于尸解天蚕的依赖。父，只是这样一来，他的寿命就只剩下10年了，而且他的灵力会慢慢的消退，最后形同凡人。10年，婴儿，我知道你对木慈的一番深情，可是这10年对于我们魔族来讲是弹指一瞬，而你却有大好的青春韶华呀。那我便用我的骨血为他续命。以你的灵力，恐怕是你先撑不过这10年。可我也不能让父王这般消耗灵力啊！父王，我该如何做才能救木慈啊？10年，形同凡人，我不能再拖累你。锦觅，蜜儿，锦觅，锦觅，蜜儿，蜜儿，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又梦魇了。莫怕莫怕，爹爹在你身边。爹爹，我娘真的是天后杀的吗？我要报仇，我要为日后跟我娘报仇。报什么仇？还要再送一次命吗？他如今已被打入皮梭牢狱，自有天谴。娘，柔柔，娘，柔柔。此刃乃医圣玄冰所制，锻造之时，我已将体内半数修为尽炼其中，你随身带着，如若再遇歹人，也好有个防身之物。半数修为，那爹爹，你的元神是不是？你的元神是不是也损伤了？爹没事，收好吧。傻孩子，来。谢谢爹爹。不哭。锦觅，他可还好？不劳陛下挂心。你这是在怨我？本座已经将屠瑶打入皮梭牢狱，你还想让我这个做天帝的如何处置他，才能解你心头之恨？恨，不足以形容吧。我若不是遵从子芬的遗言，若不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我岂会吞声忍气到今时今日？但是从此刻起，为了我的女儿，我便无所顾忌了。我知道，本座对不住你们。本座也是刚刚知道，子芬是死于屠瑶之手。我若早知道事情是这样，我怎能容他这几千年？况且你知道，我对子芬也是真心实意。真心实意，便是你这份真心实意，害死了他呀！太尉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曾为子芬牺牲过什么？是牺牲了天后鸟族的势力，还是牺牲了天地的权位？你敢说你爱他？哼，你不过是想占有他。今日你将屠瑶打入牢狱，恐怕也是因为屠瑶没有利用价值了。
反倒成为你的障碍了吧？洛林，你以为天地那么好当吗？这些取舍对于我来说，也是摧心剖肝之痛。天地自然不好当，你始终游走在制衡与猜忌之中。数个万年时光就这般蹉跎了，就算是凡人也知道德以配位这个道理，可你身为天界至尊，却不明白德行的重要。你是说我德不配位？装作有德，终有露馅的一天。洛林，看来你真的只适合隐居避世。我深有自知之明，不必陛下提醒。洛林，我知道你在气头上，但你莫要为了屠瑶的罪孽，毁了我们办事的情谊。我们不能什么都不顾，为了你的女儿，还有我的儿子，我们才要瞻前顾后。洛林，不管你信与不信，本座心中真心爱过的，便只有子芬一人。本座现在什么都拥有了，可子芬却死了。况且他心中爱的是你，这对本座来说，已是最大的惩罚。徐枫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就化一世沉醉，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腾去不回，回忆辗转来回，痛不过这心扉。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蜜香。儿，夜里凉，你大病初愈，怎么胡乱走动？小鱼仙过被我受伤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小伤，不碍事。不知道小鱼仙瓜跟多少仙娥有过肌肤之亲呢？论玉并非轻佻之徒，既然已与蜜儿定下婚期，便断然不会再与他人有半分肌肤相亲。原来
我便是那轻佻之徒。蜜儿，缘何有此一问？可是润玉有何做得不周全之处？天后杀了我娘，如今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了。还不知道父帝如何发付他？她是旭凤的娘，以后该如何面对旭凤呢？父母之恩，昊天罔极。父母之恩，昊天罔极。这些事情你就别想了，交给我吧，好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回罗相府。你还是那么争强好胜。我不抢险，难道等着你来看我的笑话吗？你我夫妻一场，一夕之间，眼见你从高高在上的天后沦为阶下囚，我又怎么能笑得出来呢？我和你大婚至今，你何时当我是你的结发妻子？屠瑶，你已贵为天界至尊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自问，问心无愧。这些年来，你变本加厉，四处树敌。你不但用手段残害本座身边的女人，就连水神、夜神、锦觅你都容不得。你究竟怎样才能满足呢？问心无愧，陛下，这么多年你可曾扪心自问，你果真没有负过我？陛下难道忘了当初你是如何坐稳天地之位？天魔大战之时，若不是我鸟族将士身先士卒的话，够了！不，我要说，陛下哪一次征战，鸟族不曾全力以赴，倾力相助？天魔大战，你身负重伤，你可知为了救你，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太尉，我这样待你，而你是如何待我？一朝登上至尊之位，便忘恩负义，朝三暮四，把我和你当初的盟誓忘得一干二净。住口！你自恃前功，党同伐异，滥杀无辜，灭龙羽族，杀素离，处侧妃，手段如此毒辣，我都不曾计较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就连子芬也是死于你的毒手。你屠戮上神，未免太过胆大妄为。子芬，我究竟所犯何罪？是屠戮上神，败坏了天罡，还是挂了陛下的心头肉，让你心疼了？你一次一次的背叛我，完全不把我们母子放在心上。他们都死了，还阴魂不散。他的女儿竟然还敢来勾引我的儿子，母女两个迷惑你们父子两代，你不觉得是莫大的讽刺和羞辱吗？而我贵为堂堂天后，鸟族公主，难道我要一辈子活在她的阴影下吗？我本以为你能在此地有所悔悟，没想到你仍然是执迷不悟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口不择言，面不狰狞，哪还有半分天后的雍容气度？分明就是一个人间的妒妇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知。只怪我有眼无珠，所托非人而已。屠瑶所行，皆不称职，不堪担当天后之位。
本座想另立天后，老君丹朱以为花神如何？不妥不妥，那人间的皇帝小儿都知道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何况王兄你贵为天帝，更要以身作则，所以富贵一妻呀，是大大的忌讳。陛下，天后并无大过，方今天界初定，根基未稳，仍需鸟族的支持。废后之举，恐怕将要引发天界的动荡。陛下，您可要三思啊！是谁在挑拨离间？耳听为真，眼见为实。陛下何须遮掩？如今站在你面前，只不过是一个被丈夫抛弃、被儿子嫌恶的妒妇。莫非陛下还会心虚吗？可我终究还是保全了你。先前允诺你的，有哪一样未曾兑现？世事本就没有全美，连本座都有遗憾。偏偏怎么你的眼中就容不下一粒沙子？我是得了至尊之位，又如何？我可曾须臾入过陛下的心？世间女子都渴望白头偕老，而我呢，却嫁给冰冷冷的宝座。屠瑶虽为上神，同普天下女子却无任何不同，想要一心一意的丈夫。而陛下的眼中，除了那人，可曾看到过我呢？那卑微的龙鱼精，只不过跟他眉眼相似。你明明知道是在利用他，却对他动了真情。你可曾想过一个妻子的感触？你可曾体会得到用目光时时追随一个无情无义之人的悲哀？屠瑶，我心中念着自焚，确实是有愧于你，但我已经尽量的在弥补。你身为天后，却任性妄为，我哪一次不是对你忍耐纵容？只是你自己欲壑难平。忍耐，纵容，我要的不是这些。我得不到夫君的呵护与珍视，受着一个天后的虚名。陛下可知这些年我是怎么挨过来的？我赴允身不久，你就动了废后之心。若非我有鸟族势力傍身，只怕在万年前，我便落得与今日相同的下场。那时，我才终于明白权力好啊，什么恩爱荣宠都是假的，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才不会化为乌有。就算你想得到权力，但你也不能不择手段。你已贵为天后，身后有鸟族傍身，你若能够安生度日，我也不会动你。不择手段？你我有何分别？当年你弑兄夺位，独揽大权，其实我们一样，都是权力的囚徒。陛下，你是否记得当年我们的约定？你如今怀有身孕，不便随我征战。倘若我这次战败身死，你就回1秒钟吧。这环帝凤铃是我们凤鸟族每一只鸟的圣物，每个凤凰身上都只有一根，现赠于陛下，希望它能带我护你平安。若是明日你战败了，我们母子就从这里跳下去，绝不会苟活的。我太尉今日立誓，此战告捷，如若旦子，必为太子。
你我共享天界。我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有朝一日，能够与你并肩站在这九重天的最高之处，笑看风云。你变了。屠瑶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此事已经闹到上青天，你天后的位子恐怕不保。若再不打压你们鸟族的气焰，恐怕难以服众。我早已料到如此。我这个天后当得够久了，真的够了。屠瑶，这一辈子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如今，屠瑶别无所求，我有一个心愿。我膝下只有一个旭凤，相信陛下应该明白屠瑶所求了。屠瑶，这一辈子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如今，屠瑶别无所求，我有一个心愿。我膝下只有一个旭凤，相信陛下应该明白屠瑶所求了。你先起来吧。我本有心一怒传位旭凤，奈何你不修福德，不得人心，连累了我们的孩儿。这万年来，你一向高高在上，受众人的膜拜。陛下有没有想过，是谁为你铲除异己，在背后助你稳固地位？我受众人的指责也罢了，可我究竟是不修福德，还是在替陛下消灾挡业？陛下难道心中没数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让旭凤继承帝位。那请陛下即刻下旨，尽早将穗禾赐婚旭凤，如此鸟族自会全力效忠天界。你信不过我？只要陛下为我而旭凤做长远的计划，屠瑶别无他求，也甘愿受死。你我夫妻一场，你的体面也是我的体面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准了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太尉，我们终究走到这一步了。
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还有2年零9个月，暂且欠下，待大仇得报。孩儿定会以龙鱼族之志，为您手足全孝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近来鸟族可不大太平，隐雀长老造访魔界，和魔尊一块吃火锅喝酒去了。是吗？看样子，隐雀要带着鸟族叛出天界了。这鸟族族长不是穗禾公主吗？穗禾常年客居天界，疏远本族。论能力、资历、人望，穗禾皆不足以与隐雀比肩。如今天后逝世，这隐雀便成为穗禾掌权的心腹大患。若说是天后授意穗禾构陷隐雀通敌，铲除异己，也未必不值得一信。那若真有此事呢？若此事属实，这隐雀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了。这几千年，整个1秒洲几乎沦为天地私产，鸟族内部积怨日久。天后失势，过去掩埋的乱象，如今一并发作出来，无人弹压得住。此番隐雀与魔界来往，一来必是迎合族内声音，二来则是趁这次鸟族权力洗牌之际，拿魔界这块他山之石向天地施压，跟天界重谈条件。殿下的意思是说，天后出了事，天帝因为念旧没有动鸟族，他们不仅不收敛，还要向天界施压。能给天帝带来多大的压力，这就要看隐雀的本事了。鸟族多半会采用权力制衡策略。如今魔界声势日益壮大，是他们最好的拉拢对象。若鸟族此番真的倒戈，对天界而言，必定是重重一击。你家大殿病了一场，倒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总得把刀剑魔锋利了，才能挺起胸膛上战场。你的伤可好些了？谢父帝关心，旭凤小伤无碍，只是母神还望父帝能念在多年的情分上，从轻处罚。我去看过你的母神，她对我说，她愿意认罪伏法，唯独不放心你的前程。母神是为了我，才做了许多错事。旭凤该替母神分担一半罪责。唉，这与你何干？本座本就有心传位于你，将来你与穗禾联姻，稳固住鸟族的势力；润玉与锦觅联姻，便可收入水族势力。那我天界便稳如磐石，四海皆安宁。我对穗禾，本座知道你心里想的是谁。你若要坐这个位子，便要有许多取舍，锦觅便是其中之一。若非要旭凤取舍，我宁愿选锦觅。你以为自己只是个随随便便的散仙吗？你上次跟锦觅私自下凡，已经胡闹了一场。如今，你还罔顾本座与水神定下的盟誓婚约，你就本座将来如何放心将天界交于你？不是旭凤不知轻重，只是锦觅对于我比其他更重要，还望父帝成全。大胆！父帝莫要动怒。父帝，凡人都说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只是旭凤，父帝与水神仙上有神誓盟约在前，我与蜜儿亦是情深意笃。你何苦让父帝与众人为难呢？情深意笃，兄长如今还要自欺欺人吗？我未来的妻子我自己清楚，
倒是火神执着于人间区区数日的旧事，对蜜儿纠缠不清，让为兄着实为难。好了好了，莫再争论。你们两兄弟本该为本座分忧，可是如今却兄弟戏强，这成何体统？日月，召你前来，乃是你的婚期将至，你该筹备的便筹备起来吧。此次乃是本座长子娶亲，乃是天界几千年来未有的喜事，务求尽善尽美。天府里的各种珍玩财宝，你可以随意调用。谢父帝。父帝，恳请父帝取消锦觅与大殿的婚约。我与锦觅确实……住口！这些年你母亲骄纵的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如今竟然连兄长的妻子也敢觊觎，简直是天界的耻辱，家门不幸。看来我对屠瑶的惩治还是太轻了。此事是我一人主张，与母神何干？父帝要罚，便罚我吧。好，火神续奉听旨，儿德行不修，怪力悖逆，不得人心。即日起解除兵权，交出赤霄剑，责令其闭门思过，改过自新。墨慈，墨慈，墨慈，真主，勿念，有报。降报海营，燃烧大王马，醋制彼岸花，酒斟孟婆汤。菜倒不打紧。魔尊好酒，这醉浮屠、小月酿，一定要多准备一些。昨日都已备齐，全部安置在酒窖里。好。他走了。谁走了？木慈。你可曾仔细地找过了？就留下这4个字，又走得无影无踪。这孩子肯定是知道自己身子的事了。你跟他说了？怎么可能？这孩子一向心思重，他一定是怕拖累了我们。他这次也不算不告而别，至少还留了4个字给我，已经很好了。不行，我这就去找他。你去哪儿找他？他身子虚弱，肯定没有走远。我现在就去把他带回来。如果你找不到呢？找不到就一直找，反正我千年万年的寿命，跟他有什么耗不起的呀？奉陪到底就是。木慈，你在哪里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次生死，闯了那么多道鬼门关，好不容易重逢，你却又食言了，逃开了。你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？你要是觉得这是错的，我愿意这一辈子都给你错下去。我们一起刻上的名字，一起消磨的时光，即便过了千年万年，都不会消失，会成为我们之间永远抹不掉的回忆。不愿让是与非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。就算我把6界翻个面儿，我也要找到你，找到我老，找到我死。木慈，你给我等着！不愿然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你究竟在哪儿啊？好狠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
哪怕留个影子也好。我没得选，但是公主可以选。忘了我。会随花香远飞，一壶清酒，一生尘灰。一年来回不余生。你到底要找他到什么时候？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听父王的话，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去。婴儿，跟我回去。放开我！不回去！我找不到木子，我不回去。父王知道你心里苦，他会回来的。听父王的话，跟我回去吧。这不是我们魔界大长老秦城王的私印吗？这60多年来，大长老一直是云游四海，行踪不定，无人知晓。这私印你是从何处所得？大长老见多识广，乃我魔界第一智者。如果我们找到他，请他出山，那是不是就有法子救木慈了？别想了，即使把大长老请出来，也是徒劳。还是那句话，世界天残，除了找到天界修行火系法术之人，无解。陛下，隐雀初入魔界，的确是小神管教无方，可是他一向为所欲为，从不把小神放在眼里。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你先前竟没有半分察觉吗？往日姨母威震天下，族人莫敢不从，皆同心同德，为天界增威利益。如今姨母不在，鸟族众仙谋逆之心也渐渐升起。这鸟族究竟谁在当家？是穗禾无用，竟连小小的鸟族都管理不善，还望陛下治罪。陛下，穗禾愿戴罪立功，请求让火神殿下出兵，随我前往1秒钟，助我拨乱反正。事情尚未查证清楚，急什么？这兵是一定要备的。只是防患于未然。启禀父帝，孩儿在此查阅典籍，扰了父帝议事，请父帝恕罪。无妨，你既然来了，就一起商议一下。你接着说。父帝，鸟族一向忠于天界，多是些忠义良善之事。值此非常时期，人心思变，怕是受人挑唆，一时受了蒙蔽而已。孩儿以为，父帝可下旨宣谕，加以安抚。一则彰显我天界人术之道，二则那些别有用心之徒的离间之计，也可不攻自破。此次有人趁虚而入，妄图分化我天界与鸟族，此风断不可长。儿臣恳请父帝简拔特使，率一部天兵亲赴1秒洲，详加调查隐雀等鸟族长老，严惩幕后之人。夜神此言颇合吾意，你即刻草拟一道诏书，宣谕天加善旨。润玉领旨。我削了旭凤的兵权，这特使和驻军。父帝，鸟族并未真乱，只需防微杜渐，稍加威慑便好。此刻不必劳动火神亲赴1秒洲，此举怕是会吓坏了那些鸟儿，反而引起恐慌。杀鸡焉用凤鸣剑？特使的人选，容我再想一想。先派破军星君率军前往驻扎，以备不测。
是父帝。穗禾公主，如何安抚族中同胞，想必你最清楚不过了吧？是。事不宜迟，请穗禾公主速回1秒钟料理此事。是，穗禾告退。那孩儿也先告退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你的伤势怎么样？多谢父帝挂碍，已无大碍。我看你最近时常出入这醒经阁，都在读些什么书啊？孩儿最近发现了几本上青天有关修身养性的典籍，正在研读。很好，你一心向善，好学，这是好的事情。但是那些有关天史和兵法的书，也要看一看。你笑什么？孩儿只是忽然之间想起了幼时的那位开蒙恩师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难得你还记得，当年屠瑶有些私心，不肯为你请经师，本座实在是看不过去，所以才传授你一二。只是本座当年军务繁忙，只能督促了你半年，未免有些遗憾。孩儿仰赖父帝亲授，才不至于荒疏堕落。父帝开蒙教导之恩，孩儿一生受用不尽，感激不尽。不容易啊！只要你一心求学求好，这醒经阁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谢父帝。快起来吧。凡人皆说，皇帝重长子，百姓爱幺儿，有理啊。你是为父的长子，我怎会不爱惜你？你从小一心向善，勤奋好学，为父对你也是寄予厚望。只是当时你幼弱，无力自保，屠瑶耳目众多，为父若对你稍加辞色，你必成为众矢之的，反倒对你不利。父帝苦心孤诣，加以保全，孩儿岂会不知？我当年做了对不起你生母的事情，你可会记恨于我？往事已矣，父帝您又何必重提？实属无奈。当年魔界大举入侵，而东南水系兵强力壮，却蜀守两端，隔岸观火。本座事出无奈，才出此下策，通过你的母亲，拿下了800里太湖，解了兵危之困。这么多年来，为父心中对你，还有你的生母，一直都心怀愧疚。我总是找机会，希望能够弥补你们母子。父帝愿将当年真相据实以告。孩儿感激不尽。旭凤执掌5方天将府，节制天界门户，责任重大。然则旭凤行事却乖戾悖逆，本座甚是担心，
我看，就暂时移交给你吧。润玉领命，润玉必慎始尽忠，不负父帝厚望。快起来吧。方才多谢殿下解围。天行有常，自有因果。我无非是不忍见鸟族生灵因天后之过，公主之失，无辜受累罢了。举手之劳，公主不必挂怀。不知母神如何了？父帝又恼怒我提及废除润玉与锦觅婚约一事，就连母神也不准我去探望了。我堂堂火神，从未如此窝囊过。殿下，来日方长，天后娘娘之事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。倒是锦觅先生成婚在即，殿下若不从速，只怕要追悔莫及啊！殿下，陛下的禁令未消啊！姨母，我已等你多时。先生，承让了。妙啊，武士手后发而至人，胸怀全局，稳扎稳打，欲我鲸吞妻子而不动于心，稳操胜券。先上谬赞。润玉常年不兴，只觉得这异道与不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棋盘如天幕，棋子如星辰，一颗小小的星星便可撼动全局，何其相似！围棋黑白二字，代表着天地阴阳，有正反，有冲突，有胜负之心。这与不兴时仰观宇宙的求道之心大不相同。难得你能融会贯通啊！棋局如战场，义子千钧，生死攸关。若无胜算，又何来求道之心？守孝3月，殿下的心境同从前大不相同了。我龙鱼一族惨遭灭顶之灾，生母惨死，润玉又岂能无动于衷？哪怕是为了我与蜜儿的将来，也唯有抱必死之心，活出性命，奋起一战。先生，火神殿下求见。小神拜见先生。啊，火神驾临，有失远迎，不知殿下今日到访有何贵干？小神今日前来，一是来探望锦觅，二是带母神来向先生和锦觅赔罪。小女体愧神法，不宜见人。天后多行不义，自有天规处罚，好意心领。火神请回吧。先生，蜜儿刚从鬼门关里出来，先上正在气头上，你就别再火上浇油了。你若真心为他好，不如就先回去吧。大殿在此，只是殷勤周知，做得孝思贤婿，就如出入自家的玄机宫一样。锦觅是我的未婚妻子，她受伤，我自当照顾周全，不劳火神费心。如此，
真的是为锦觅好吗？你们二人在锦觅危难之时出手相救，本神感激不尽。现下蜜儿要静心休养，其余的事，等他康复之后，让他自行定夺吧。先生，我差点失去蜜儿，现想起来，只要蜜儿能够平安健康、快快乐乐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锦觅，你身体好些吗？你的伤如何了？好点了吗？小伤，没事儿。你下次莫要再来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出来就为再一次给我下诸葛令？跟我走。本座已将毕生修为度运，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，定要复兴瑶族，助儿续凤，登上帝位。穗禾明白。续凤和鸟族便仰仗于你了，莫要让本座失望。姨母，穗禾定不负所托。我知道，母神害了你娘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那夜对你毫无意义吗？你与穗禾，我与小鱼仙瓜，如此甚好，这样大家都称心如意了。什么称心如意啊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这个穗禾，聊厅，飞去。殿下，有何吩咐？什么时候开始，我齐无功可以让人随便出入了？殿下恕罪，我们也不知道锦觅先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锦觅本来就是我齐无功的人，谁让你们懒了？我发现我齐无功怎么养了你们这群笨蛋，全随了辽元君了。殿下，您找我？我问你们，前几日卧病期间，穗禾是不是来过？啊，来过，日日都来呢，一直守在殿下身旁，一守啊就是一整天。谁让他进来的？当时殿下您伤得昏昏沉沉的，虽然没有许他进来，但是也没有不许他进来。殿下，这脚啊，它长在穗禾公主身上，她又是上仙，又和殿下有钟表之亲，她要是想进来，我们拦也拦不住啊。那不让她进来，未免不太恭敬。你们说什么许不许的？我从未许过她什么。从今往后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来。是，下去吧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没有吃醋。
锦觅，如今我兵权被削，母神入狱，父帝逼着我和穗禾成亲。若你再心生动摇，我就真的撑不住了。你娘是你娘，你是你，我不会恨你的，只是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我明白，母神杀了你母亲，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再奢求和你在一起，但我只想替母神赎罪。我想问你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，决意嫁给润玉？只要爹爹跟小玉仙官能够开心就行了。倘若你们幸福，我自然会祝福你们。但我知道你不爱润玉，你嫁给他，怕是不会幸福的。总之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如果我们在一起了，爹爹跟小玉仙官就会伤心。如果我们不在一起，我别碰我！我不知道会怎么了，只要你靠近我，我的心就特别的疼。你一靠近我，我就会特别的难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没有办法。别再跟着我了，别再跟着我了！